胖虎说要打大雄100拳，大雄说等几天。可就在大雄做好觉悟，准备献祭自己时，胖虎却一路砍价，愣是把100拳砍到了10拳。胖虎是最近没吃黑暗料理没力气了吗？满载大家的期待，乘坐热气球环绕世界1周之旅从迪拜出发了。这条新闻看得大雄和蓝胖子心潮澎湃。次日，为了看看热气球到哪了，蓝胖子拿出了一台追踪仪和追踪地图，抽出中东一带的地图，一顿定位，找到了。大雄凑前一看，这怎么乌漆麻黑的呢？用几个旋钮调整了距离和角度，大雄这才看到正在飞行的热气球。这道具简直就是人在家中坐，世界眼前看。看看自家周围吧，竟发现了神奇的一幕：俩熊孩子又在作死了。看看胖虎那一身腱子肉，这分明是超载了。小夫沦为人肉助推器，本以为这下能起飞了，结果却是变成一颗空对地重磅导弹，精准爆破。看笑话那必须要当面看才香，可不知怎的，小夫也是灰头土脸，难不成是被胖虎揍了？两位失败者断言热气球环绕世界挑战肯定会失败，大雄却不同意，还答应和他赌100个拳头。晚上的新闻把大雄看傻眼了，热气球居然失联超过24小时了。他和蓝胖子赶紧启动了追踪仪，定位到热气球失联的地方，这里尽是崇山峻岭，显然热气球就要撞到山上了。而蓝胖子一到关键时刻就找不到道具的老毛病再次发作，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终于掏出了地球橡皮，用他那小手指捏着橡皮玩命擦地图上的山，世界屋脊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平原，热气球顺利通过。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热气球重新现身的新闻，大雄和蓝胖子相视一笑，不仅是爸妈，小伙伴们也都看到了报纸，静香和大雄都很高兴，胖虎和小夫却是恨得牙痒痒。然而放学后，大雄一看电视新闻，心又被揪起来了，热气球居然又失踪了。抓住了可以打脸的机会，胖虎和小夫赶忙上门一顿冷嘲热讽，摩拳霍霍向大雄。大雄气得摔门而去。回到房间，蓝胖子告诉他，热气球果然偏离了路线，并且拿出了一把地球团扇。大雄看着蓝胖子那小胳膊扇得老费劲了，也没多大风，急得一把抢过了扇子，便是铁扇公主一阵狂扇，终于将热气球送回了原路线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等在热气球前进方向上的赫然是龙卷风。虽然大雄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也没能帮热气球逃过一劫，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卷进了龙卷风里。直到晚上，蓝胖子才再次找到了热气球，它已经因为龙卷风而破损了。于是蓝胖子将时光包巾用机器送了过去，只见时光包巾如五指山一般从天而降，盖在了破洞上。由于天已经黑了，接下来的就只能交给命运了。太阳晒屁股了，大雄才起来，发现哪里都找不到热气球的踪迹了。与此同时，胖虎和小夫又来他家楼下喊话了，声称已经练过1000个拳头了，就等着在大雄身上实践呢。就在此时，一团巨大的阴影飞过，大家都傻眼了，居然是失踪了一晚上的热气球。看来时光包巾真的把它修好了。刚才还说要揍大雄的两人瞬间变了一副嘴脸，跟大雄讨价还价起来，硬是要把100个拳头砍到10个，这可得看人家大雄乐不乐意了。如果胖虎输了，你们觉得大雄敢对胖虎出拳头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大雄为了钱把跟家人、跟蓝胖子以及小伙伴们美好的回忆卖给了道具。大雄真的要忘记蓝胖子了吗？棒球赛上，作为胖虎队的最后一棒，大雄的压力可想而知。棒球迎面飞来，大雄闭眼一抡，只见球以一个完美的弧线飞进了远处的河里，全垒打。这对大雄来说简直就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蓝胖子听了，高兴的绕着他直扭秧歌。可是大雄却并不开心，因为刚刚掉进河里的球是小夫的，值1000元呢。作为一个月光族，大雄压根儿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赔他。回忆再美好，也不能当钱花。蓝胖子把小手伸进兜里，却犹豫不决。在大雄的哀求下，他到底还是把回忆贷款机掏出来了。蓝胖子把机器接在大雄的脑门上，屏幕上显示出了他的各种回忆和对应的金额。你说巧不巧，全垒打的回忆刚好值1000元。大雄想都没想，就用回忆换了钱，买了新球，就给小夫送过去了。可是小夫说起刚才全垒打的事情，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大雄又反悔了，想恢复这段回忆。大雄回到家，只剩回忆贷款机被孤零零的扔在房间里，蓝胖子已经跑去买铜锣烧了。大雄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然而想恢复记忆就得还钱，大雄只好放弃。藏起来的0分考卷又被发现了，挨完骂还得干活，真是悲惨的回忆。虽然悲惨，不过既然是回忆的话，就能换钱吧。
可这段回忆的价格是负数，要消除不好的回忆，竟然还得倒贴。大熊继续往下翻，发现被老师夸和小伙伴们去郊游这2段回忆都值1500元，反正这种回忆以后还会多的是。于是回忆变成了3000元，用1000元把全雷达的回忆恢复了。大熊想起静香曾说过想要个新玩偶，于是决定把记忆贷款机带去给他用。没想到静香又在跟学霸约会了。3人看着相册，回想着郊游的回忆，可大熊却听得云里雾里。听到大熊是把这段回忆当给了回忆贷款机，静香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回忆比玩偶更重要。为了说服静香，大熊用学霸当起了小白鼠。考试100分的回忆只值1元，反倒是考了85分的回忆价格高达3000元。原来100分对学霸来说犹如家常便饭，但85分却值得好好反省。学霸也拒绝了卖回忆，大熊离开了静香家。小夫虽然被胖虎抢走了新买的游戏机，但还是叫嚣就不寄给大熊。大熊硬朗地表示，钱这种东西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然后抱着回忆贷款机去到了空地上。大熊发现自己的回忆列表里竟有几个天价回忆，他定睛一看，这些是和蓝胖子的回忆，和小伙伴们的回忆，和家人的回忆。他真的很想要游戏机，可又想到静香和学霸的话，大熊陷入了纠结。这时蓝胖子听胖虎和小夫说了刚才的事，急得连头螺烧都不要了。大熊真的会为了钱把周围的人都忘记吗？蓝胖子还是来晚了，大熊已经按下了按钮。看着呆呆的大熊，蓝胖子哭得如丧考妣，说大熊你太绝情。可大熊却突然开口，我哪里绝情？原来大熊用刚才剩的2000元把想要游戏机的回忆消除了。看来大熊还是没有为钱疯狂。陆木觉得可以不求回报的亲情，还有带给你快乐童年的友情，这些回忆都是无价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是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多拉美对蓝胖子的屁股耿耿于怀，小夫和胖虎无故中枪，让兄妹俩反目成仇的竟然是一个机器糟老头子。总是逃掉定期体检的蓝胖子的报应来了，想不到吧？高性能机器人也会感冒，这会儿已经打了1天喷嚏了，喷出来一堆道具。见蓝胖子因为害怕打针而不肯去医院，多拉美只好留下药水后自己回未来去了。蓝胖子嘴上说着没事，但还是捡起地上的药水一口闷了，然后就去壁橱里躺下了。大熊赶着去上学，自然没空照顾他。放学时，大熊发现小夫也感冒了，而且他也是闻打针就丧胆。刚回到房间，大熊就听到壁橱里传来蓝胖子微弱的呼救声。他一推开壁橱门，蓝胖子会在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里滚了出来。前来查岗的多拉美一看就知道蓝胖子这是磕错药了，把声音凝固剂给喝了下去，所以储备里才会塞满了阿奇。这回多拉美可是有备而来，带来了未来的机器医生。只见他对着木桩就是一顿听，然后断言蓝胖子已经凉了。确诊为感冒后，医生掏出了粗壮的针管，要来上3针。蓝胖子绷不住了，吼出一屋子的不要，撒腿就逃。作为一个合格的胸控，多拉美是不会放任蓝胖子不管的。从医生手中接过针管，多拉美俨然一副敢死队的模样，向蓝胖子进发。在声音凝固剂的作用下，一直打喷嚏的蓝胖子根本藏不住，他只好躲进了同病相怜的小夫家里。多拉美到底还是追上来了，蹦着就举起针管，蓝胖子漂亮的闪躲，小夫当了替死鬼，屁股都给干冒烟了，不逃还等啥？运气不好时走路都会被球砸，还球时的一句接住啊，巨大字体直接把胖虎砸扁了。蓝胖子连忙大声道歉，却导致胖虎被5连鞭，气得胖虎带着一帮小弟开始追杀他。蓝胖子逃往公园，没想到多拉美从另一边追了上来，蓝胖子急中生智，冲着攀岩壁就是一声啊，接着喷出来的字撞在墙壁上的反作用力飞走了。这次胖虎当了替死鬼，那叫一个酸爽，胖虎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大熊发现后山里飞出了蓝胖子喷出的字，两拨人连忙一起过去搜查，又是多拉美的针头，又是胖虎的铁拳，蓝胖子怎么可能过去送人头？见状，多拉美拿出了来来猫吸引病人，但他忘了小夫也感冒了，小夫的屁股惨遭第2针，被换来的蓝胖子趁机抢走了来来猫，然后和病友小夫密谋了一个计划。多拉美此刻瞬间粘着枪在手，直等蓝胖子的喷嚏暴露位置，多拉美沿着字一路追到了一棵树附近，看见蓝胖子的背影，喷出胶水把蓝胖子粘在了树上，随后掏出针管对准他的屁股来了个2连击，小夫瞬间活蹦乱跳，直呼未来的药效就是棒。一针没打的蓝胖子自然还没好，就在他逞能的时候，又冲着多拉美打了个大喷嚏，这下
多拉美像是按了火箭推进器一样飞了出去，最后掉进了河里。结果他也感冒了，蓝胖子趁机以牙还牙，还是那名医生，还是那管针，还真是亲兄妹欢乐多啊。那么小伙伴们，有人不怕打针吗？